家好，我们今天来做的是什么东西呢？你来看桌上有这么多的袋子，那这次做的袋子呢就比较大一点点，但是它虽然大却不笨重哦。好，因为有些袋子呢又大又笨重，你光是拿那个袋子你就觉得好累。那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袋子呢是那种体积大，但是比较休闲款的。那用的是这个水豚君的这个图案哦，非常非常的可爱。那另一组呢，又做成那个花样，那个花朵图案的，又非常非常的优雅。也就是说，这一卡袋子呢，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布料去做呢，它都可以 handle 得很好哦，不会觉得很突兀。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袋子呢，它有前面2个大口袋，然后侧边呢还有各1个大口袋。后面呢还有一个大大的口袋，都是口袋，反正它就是有很多口袋。那当然里面呢还是有内袋哈，有里袋这样子。那本身的空间呢就是袋身大，好，然后而且厚，所以它容量很大，但是它袋口不会很大，而且有很大的、比较宽一点的这个袋盖哈，可以把它盖住。那这个我没有做拉链是为什么呢？我刚刚说的这个是比较休闲款的，所以东西就是一打开我随手丢，然后一扣就把它扣起来这样子。好，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东西比较大一点的呢，稍微痛出来也没有关系。那我做了很多不同的颜色，那像这个水豚君呢，它就有4个颜色，深蓝色我还没有做哈，就是说有粉红色，有米白色，都很可爱，真的超可爱的。因为一看到这块布，我就很想做包包，所以马上脑海里就浮现出它的样子了。然后呢，还有这个蓝绿色的，都是相当好看。那背起来呢，就是说你平常逛街当然一定 OK， 那你当妈妈包也 OK， 因为你除了塞你的东西，还可以放很多那个别人的东西，你也可以顺便收哈，就像这样子。那我刚刚说了，我还有做了这个花朵的，相当优雅。那这组布呢，就是刚到的，一看到也是超美的，马上觉得说这个包包呢，除了说是可爱的图案呢，像这样花朵的图案也相当漂亮。那也可以手提，也可以肩背哈，就是可以解放你的双手。那本身袋子相当的轻，不会说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不会很笨重。那这个花呢也是有4个颜色，那这个是浅紫色，然后米色，超级无敌优雅的，还有很漂亮的一个土黄色。那这个驼黄色呢，其实一般我们比较少看到啦，就比较少看到驼黄色的这个布料搭配的花朵又这么的柔和，真的很不简单呢。这块布就是非常美丽。好，那我们来看它能够装多少东西，留一卡起来放。留这个起来装，它在最下面。大家可以放多少东西呢？首先呢，你看它前面有2个大口袋，当然啦，手机一定是 OK 的。好，就是刚刚好可以放进。那你可以放那个湿纸巾，我就说我出门很爱带湿纸巾，但是我现在手边刚好没有，所以我就拿一个小笔记本。好，这个也是这个布套，这个是我之前记录什么的，不是，这不是笔记本这是护照，笑死！好像就是那个，这是护照套。那我之前会有那个笔记本也是长这样，我都会做一个这个封套哈，然后就可以放进来。然后侧边呢，你可以放那个水壶，好，这个保温瓶或是杯子。那你也可以放这个风扇，好，像这样夏天到了，我们可以把风扇这样随手放着，因为它下面有折子，所以它的容量很大。就是它的空间很够，所以你放了东西之后都还很 OK。那后面这里你也可以放那个化妆包，它当然里面是一定可以怎么样，可以放长夹，这宽度就是绝对足够。然后呢，里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像你自拍棒也是可以这样子，就直接放进去，都是可以横放的，所以它的那个容量相当大。这个上次被我撞到有点。不小心撞到，就它这掉下来，我要来把它弄住。好，就像这样子，这样子是不是很熟悉？然后如果你装更多东西，我就说稍微东西痛出来也 OK。那你要背也可以，然后要手提也可以，就是都非常的方便好用。好，来这样子，然后袋型也不会变形，是不是很赞？然后就是平常如果你没有装这么东西，它就可以变比较扁，然后收在那个身侧哈，就不会觉得太过于那个，就是好大一个哈，就是会拿起来，就是还没装东西，那袋子就很重。那这个的话呢，你现在装了很重的东西，
之后你也不会觉得太负担，或者是说太呆板哈。就是整个那个有时候那个硬壳的包呢，就是说我没放东西，它也是体积那么大。那布料的包包呢，就不会有这种困扰。那它本身的这个带型呢，你有没有看到我旁边做这个收边？一收上来之后呢，刚好是提带的部分，所以这咖袋子我本身我还觉得蛮满意的。那如果你觉得后面的这个袋子太大的话，你可以自己加磁扣或者是魔鬼毡啊。那我就没有另外加，因为我就想说这咖就是让它就是没有说很多，因为它已经有口型环、D 型环跟钩环，已经蛮多东西了，我就没有加那么多有的没的。反正呢，就是这一咖你就是基本款，之后如果你要再自己加什么都可以再加，但是我们基本款要先学会啊，你才能做变化，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教这一咖，那它就是很多图案可以选。那这个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材料有什么呢？首先呢是一个宽宽大大的带盖，然后呢是2个侧带，好，那个表布里布都各1。然后再来是侧边，好，那侧边跟底呢，表布是分开的，那里布呢是合在一起的，好，是一条长长的，因为里布你就不需要剪接，好，比较漂亮。然后再来是这个前带跟后带各1个，然后还有带身，好，各2片。好，就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那当然还有这个提带的部分，好，有低环带、提带跟背带，好，全部的材料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开始来做吧。好，首先呢，我们先来车这些配件的部分哈。我一向在做东西，就是从配件的东西的那个零件开始做，做完之后再把它组合做起来就会比较快。那这个提带的部分我已经先车好一条，另外一条就是要车给你们看的，因为我就说我之前呢提带我都是把它折起来之后再去车，那我现在呢前面都会先把它收边收好。那收边的方式就是像这样子。哎，这个花色真的很美，这个灰粉色好漂亮。好，我们把这样子折起来车起来。好，那个肩带的部分也是头尾都是这样车哈，就是前面没有收，前面需要收边的哈，我就会像这样子车。好，那如果你要夹车进去的就不用了。好，然后这个地方再把它挑一下，这样的这个头比较美。好，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再看一次哦，把它对折过来。所以其实这咖你看这个袋子很大，好像有点复杂，口袋那么多，但是它其实做法相当简单呢。就是说，你就是真的是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拼完之后，把它组合起来就好了，没有很大的难度哈，也不用说很特别的什么技巧，好像也还好。好，我们这样头之后翻过来。所以你就是照着我的步骤做，保证你就是可以比较轻松一点。好，那有些人会问说啊，这个袋子初学者能不能做啦？我都没有做过，我可不可以做起来？说实在的，我一定跟你说，只要你有认真做哈，你有兴趣哈，去尝试，你一定做得起来。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啊，他的那个都可以说不断的这样一直重去挑战，每一个人的那个个性也不一样哈。有些人可能遇到那个一点点那个，他就说啊，我不要做了。那我也不知道说你初学者的程度到底是出到哪里去，对不对？哎，你如果连缝纫机都不会用，那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把它做起来。那有些人呢是连剪布都不会剪，他还是可以做出一个很复杂的包包，这真的很看个人啊，所以我只能说有志者事竟成啊。好，就是只要你想做，慢慢练习，哈，一定可以做起来。好，我们这样提带做完之后呢，还有这个口型环，那不是D型环带，那 D 型环带呢，因为它是最后的个边边会收在，哦，会夹车在里面。那夹车在里面的呢，我们前后不用收尾，哈，就是直接把它折起来车，这个会有2片。其实我一直很犹豫，这个是不是要用古铜色的五金呢，会比较好看，还是用银色的嘞？啊，好像配古铜色的比较好看呢。我来比一下，有时候就是连在挑五金的时候都要想一下嘛，好像配古铜的比较美，配银色好像有点。配银色看起来比较年轻一点，配古铜看起来比较
比较复古一点哈，就是会有时候会蛮两难的，不然这个来配古铜的好了。哈哈，其实我五金本来都准备好放在旁边了，现在突然有点就车一车，好像配古铜色比较好看。好，来，那如果配古铜色，像我这个背带车完了呢，我古铜色的这个五金呢，就要给它拿出来，然后呢，2个低环跟1个日环，这个我就可以先车，然后呢。哎，真抱歉，我这个影片这里好像会感觉有点拖到时间，有没有？我现在就突然想换，所以做东西你不是一成不变，说我一定要怎么车。你像我这样车到一半，我突然想要改，还是想要怎样都可以的。好，只要你还没有车下去都嘛 OK。那我先来把这个什么蛙哥啊，背带先把它车起来。好，那穿过日行环之后呢？然后经过这个钩环，这里车快一点好了。然后把它像这样子扣过来，你的背带就可以调整了。那我们头尾有收尾哈，就可以车的比较漂亮，有没有？好，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哎，对，车古铜的果然漂亮，跟这个花的那个颜色啊，跟那个叶子的梗比较像，金碎。好，那我们背带先把它车起来呢，之后就可以那个一完成就可以马上勾起来给大家看。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车什么东西嘞？这个就备用哦，放到旁边去。接下来我们来车这个外带的部分，这个是后面的那个后带，好，后代子孙嘛，后带，来带口把它车起来。那我之前曾经说过，我已经很久没，好像这几篇都没有讲，就是像这个呢，步秤我们可以车在步秤上面大约0.1的位置哈，不要车在刚刚好的接线。这样呢，你翻到正面的时候呢，你的里部自然而然呢就会跑到后面去，好，不太会翻上来。这样子的话，就算你没有整烫的话，它也不会说很难折哈，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厚度差，然后你的这个里部呢就可以，下面那个里部就可以很轻易的往内折哈，不会一直痛出来。好，就是说你在那个交界点的过去一点点，好，让它跑过去。这样子车起来是不是很美？前面看不到里部，然后后面又很整齐。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车这个前面的这个带子。那前面的带子呢，因为是立体口袋，所以它就比较宽一点哈。那一样，我们不要车在这一条线上，我们车上面0.1公分哈，就小跨一点点嘛就好啊。好，像这样子，好，我们车在步秤上去大概0.1哈，甚至0.05这样子，然后呢，再把它翻到正面，它的里部呢就会比较乖一点哈，不会一直痛出来，一直痛出来就很烦了。有时候就是要先去整烫，有没有？要不然车起来，有时候为了要整理那个厚度呢，整理那个里部，那个带口还不会很平整，就蛮讨厌的。那你用这样的方式车呢，它带口就很平。那之前我其实就讲过了，但是有时候讲一讲又忘记提醒大家，有没有？好，就是赶紧共解。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把这个里带，把这个外带呢分别车在带身上。那我们先从后面的带身先车。我没事，这个中央线要先剪。我突然想到，我还有带盖还没有做。好。中央线先把它做出来，然后中央线对准之后，中间用强力夹给它夹制，好，然后放着。好，现在有一个重点哦，就是说之前我们如果说要做外带的时候，我都会说什么外带前面做大一点，好，上面做大一点，但是这个带子你不要做太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带型它本身是下宽，好，它的剪接线就是这样斜过去，如果你的这边这个外带留太大的话，它就会变成有点翘，就是有点掀开来的感觉。所以我们这一咖呢，不需要说
做很开，好，那个外带不需要做很开，好，所以我们就是大概平平的车，大概多个0.1就已经很够了，稍微就好，不要太多哈。做之前的版型呢，我有做，我本来想说，我做大一点，后来发现，不是啊，这样子做起来哈，那个袋口会亏啦。啊，如果哈，你有那个自己加磁扣的话，就还好，好就不会这样子按跳，就这样不会包覆性没有很好哈。如果你都没有加的话，就是不要多太多哈，记得。然后呢，我来找一下那个袋盖。袋盖呢，我们要用磁扣哈，把它放上去，因为这个后片要加袋盖，我们顺便加一下，把这个磁扣呢先放进来一边，然后后面的这个挡片呢拿出来给它扣上，最后把2个角胶呢夹起来，那我们的磁扣就安装好了。说坦白的哦，以前我们公司啊，我们店卖的那个4孔磁扣就是手缝的，本来销路很好嘞啊，但是自从好像自从我一直用擦式磁扣之后，我们店的4孔磁扣就滞销了，好可怜哦！我现在囤了一大堆4孔磁扣，喜欢手缝的人，你还是可以缝4孔磁扣哦，先花消解嘞，要不然因为擦式磁扣对我来说真的是太方便了，所以我就是只要你把那个距离计算好，你就不用事后在那边缝了啊。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因为可能是我的手啊使用过度，就是常常车这个车那个，然后常常搬东西，有吗？有时候要拉布啦，有时候要干嘛，手比较容易受伤哈，所以你要叫我常常那边缝东西哈，我就比较手会有时候会太劳累。所以我就喜欢用擦式磁扣。好，我们像4周车起来之后翻到正面。那你在安装磁扣的时候，你布标先车起来哈，因为这个布标我是用米白色的线，所以我有先把它固定上去。所以布标车完呢，再来用磁扣，然后最后再把它车起来翻到正面，之后做压线。好，我们就把它压线压起来。好，压线压完之后呢，一样中央线做起来，然后呢，先把它放到后片的上方来。那为什么会说现在一定要先做呢？因为我做了那么多咖样本啊，我其中有2咖竟然都忘记车这个东西耶，所以我发现啊，一定要先车起来，因为我车完之后才发现没有，我又在那边拆，很浪费时间，所以我要请大家。现在车后带的时候，就记得先把带盖车起来，才不会像我一样很悲剧在那边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车这个前带的部分。那前面的这个带子呢，我们先把中央线呢先画起来。好，先把中央线画起来。啊，用这个尺。这个带子比较大哦，啊，我画几对啊？我嘞。家己画伫倒，无你注意看，因为这个是粉红色的那个粉土笔，有没有？自己那个没有注意看就看不太到。好，这样子呢，把它中央线再把它对好，确认一下哦。要不然你也可以像这样折一折，我有时候也会用这样折一折，然后打开它就会有一个折痕，这样也是可以，就不用画线。然后把中央线对好之后呢，我们先车中央线的这个分隔线哈，先把分隔线车出来，车到顶端的时候针要朝下，然后你就可以旋转，你不用跳跃哈，你只要旋转，然后呢再把它车下来，好，然后车完之后呢，再来车这个侧边。侧边的话，就先把它对好，先把它不是比较宽嘛，我们就把它拉进来对好，然后把它车起来。车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做一个折子，往内就是
不是往内往外互打哈，就是这样往内折一个折子哈，让它这样子。然后这边也是一样，把它往内之后，然后你可以用强力夹先夹住啦哈。你可以像这样夹住之后，然后剩余的就是这个折子的部分，这样子呢，你也不用特别去画折子的大小哈，我们就这样直接车就 OK 了。好，然后把它对好，这样呢，你的这个立体折子就折好了，是不是很快？好，然后到时候最后呢，我们在烫的时候垫一块布，然后把它烫平，它就会是一个立体折子了。那如果你觉得说这样子开开的你不喜欢，那你也可以先在那个还没车上去的时候，先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折子先车起来也可以。但是我自己的话就不太喜欢那种做的太死板板的，我就不喜欢这样子，所以我就不会去特别的车它，特别的把它压住，我就不会这样做。好，这样子，这个前袋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哇格雷，就是那个黑个字上磁扣位置哈。那磁扣位置这个忘记画，所以现在画，就是在这个位置。好，那我们版型上呢都有标位置啊，那你们就是按照那个版型去做。那如果你是没有跟我买版型的话，你们在标这个位置呢，那个要留那个带子的厚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扣过来的时候，你不能这样子，然后说我磁扣呢就缝在这个位置，不行，你要留一个带口的这个厚度哈，要把它预留出来。好，这个带口的这个给你们看。这里的厚度你要预留出来，然后你再去算磁扣的位置，不然你放的东西放进去之后呢，你的磁扣就扣不起来了。好，那我们把磁扣放进来之后，一样挡片把它挡起来，然后夹住，安利就好啊。那我们的前片也好了，那我们前片后片都好了，接下来我们都要车什么呢？就是要车侧边的部分了。好，那我们侧边呢就比较怎么说，表布跟里布长得不一样，一条那个里布是细细长长的，也没有细啦，它就是一边比较宽，然后这边比较窄，带口的部分，因为这个带型的这个版型有子型合并，所以它就会长得那个侧边就不是一长条哈。那外面的这个表布呢，会有侧带，跟这个一个侧边，还有一个底的部分，会有3个部分去把它拼接起来，所以呢，我们要从侧带先车。那侧带呢，有一个是比较宽的，一边是比较窄的，你们要注意一下，哪一边是带口，哪一边是底。好，那基本上如果我们版型上面呢，字都是那个，比如说我写侧带，那上面这里就是带口。下面就是带底，因为会有画一个折子的痕迹，所以你们自己不要乱车啊，不要带底车成带口，也不是不行，就是你的袋子呢就没有办法装那么多东西，好，就这样。好，我们从带口先车，然后呢一样翻到正面来，然后四周压线哈，这个我会四周压线。是因为它下面有2个折子哈，所以我就会四周先压线压起来。等一下下面的折子会比较好车。好，车起来备用。接下来还有另一片，它左右两边都有一个侧带。然后一样哦，带口的地方要怎样？上去大约0.1的地方再车哈，然后呢，再把它翻过来。那之前我们有做过镶边，记不记得？就是让里布痛出来。好，那个的话，你就要车在刚好边缘上，所以就不同的那个做法会有一点点微调。
这样四周车完之后呢，底部的中央线要把它做出来。好，像这样把牙口做出来，然后跟侧边也是上宽下窄。好，有没有看到？侧边也是上面比较宽，下面比较窄。来比一下给你们看，有没有上宽下窄？好，然后我们就是它也是上宽下窄。我们底部呢，中央线把它对准之后，用夹子给它夹住。然后呢，我们就从侧边开始车，那你就会发现呢，我根本都没有在画那个折子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车就很好看。来看吧，又做的又快又好。有些人都说我做一个袋子要一整天，为什么那个 Ruby 做的这么快？哎，我跟你讲，有时候自己这样说，自己虽然很多人叫我老师，但是其实我真的不是什么正统的老师，我就是因为车了很多袋子，然后我也很喜欢手作，所以我就是一直把这个手作呢分享给大家，久而久之大家就叫我老师。但是你要叫我自己说，哎，你要跟老师一起学哦，这样子我有时候也讲不出口啦，哈，所以就是有时候这时候我就还蛮间接的嘛，尴尬啦。好，我们侧边这样车完之后呢，过来，然后在大约的在折子的部分呢，就折子的位置我就直接折，我没有在算它说我折了几公分，因为你布料只要裁剪好，好，你布料不要说太离谱，你只要剪的差不多，中央线有对好，侧边有对好，剩的就是折子的分量。好，那位置当然你要自己知道，说你要从侧边过来几公分，你不可以说一个折在这里，一个折在最边边，哈，就不可以这样，两边还是要对称一下，比较好看。好，所以这样中央线折完之后，到中央线把针往下插着，然后你再把侧边往内提，有没有？你可以再用夹子夹住，然后这一个呢就是你的第二个折子。所以为什么这个的四周要先车呢？因为如果你四周没有先车，你在折这里的时候，表布跟里部容易分开，然后车起来就没有那么好看。好，所以就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快速又漂亮又工整的把这两个折子呢给车好了。所以啊，为什么说中央线真的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侧边中央线有对好的话，我们两个折子呢车起来就不会差太多。有时候你画老半天都没有这样子做起来那么好看，嘿嘿，我觉得啦，至少我是这样，有时候呢画老半天，然后折子对老半天，然后车出来是歪的，真的很气耶。可是你只要用这种方式啊，车起来都不会差太多。好，中央线先固定，然后侧边把它抓进来车，然后在折子的位置呢，就给它推过去，好，它就会产生第一个折子。然后中央线过来之后，把针朝下，好，然后侧边再给它推回来，然后这里就是会有第二个折子。安尼是不是真简单又好看，对不对？简单又好做了。好，这样两边的这个侧带都车完，你看车完就知道容量有多大，可以拿来当手套。是不是这超大的？所以就是说它这个你旁边有时候放个折叠伞啊，像我们台南啊，我住在台南嘛，台南比较不下雨，但是偶尔出去还是会留几粒啊米啊猴还是什么的，你这样放着就很方便，或是说你可以拿来放饮料啊什么的，用个防水袋，先做个防水袋，然后那边再来放饮料也是很 OK。好，我们现在把底部呢跟侧边车起来，好。然后从正面压线，让它死死的让它不会跑来跑去，好像很不牢靠的样子。好，我们就是从侧面把它车起来，然后呢，再把它车压线。好，这个时候呢，请你记得D形环一定要记得放，不要忘记放D形环哦。那D形环的布料有2片，多余的就把
我就是都会车长一点，多余的剪掉，所以你们也可以跟我一样哦，车长一点，多余的剪掉，这样子呢轻松愉快。好，然后把它放在正中央。那放正中央呢，我也是会先把下面的先对好正中央，然后往上推，然后这个再盖上去，哎，它就在正中央了。你看，连夹子都不用夹，是不是很愉快？所以你会发现哦，每次我在车东西，我很强调就是说，你车缝的过程是愉快的，是开心的。啊，不你是底下坐来底下自己起心落命啊，你不如坐在那边挖鼻孔，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做东西啊，除非说哎，你就不得不靠这个赚钱哦，非得要一天拼个10-20个，这边做的很劳心劳力，要不然真的是我们学手做呢，就是要让自己呢开心一点。对不对？然后开心完了之后呢，这个东西又可以很实用啊，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蛮开心，更高兴了啊，就高兴再加上更高兴，对不对？好，我们把里布车起来。那里布呢？这种袋子里布有2种做法哈。那我做2种做法，给你们看那个差别在哪里哈。又要在这边讲这个了。好，你们来看第一咖的里布哈，这一咖的里布，这一咖是我第2次做的里布，你看它旁边就非常工整，整个就是很平整。那还有一个，这个是我第1咖做的，那它旁边的里布呢就会有点浮浮的。好，那这差在哪里呢？这个做法差在哪里？那我后来是用第2种做法，因为我觉得这种做法呢，它做起来这个里布整个就是太不平整了。那这个袋口看起来就没有像这一咖这么的漂亮，你看它都不会跑下来。好，那这个呢，里布如果你这样打开，它里布就会有点这样松垮垮的感觉，就比较不结实。那这2个做法是什么呢？这个的这种的做法，你看这里会有点泡泡的，有没有？这样看得出来吗？这里会有点泡泡的感觉，哦，就没有很服帖，哦，它就有点这样泡泡的感觉。这个就是表布整咖都车完，里布整咖都车完，2个再从袋口一起车一圈，那就做出来会这样。那这个的做法呢，就是我侧边先车完之后再上这个带身，那做出来你看这里就不会泡泡的，这里就很工整。那我觉得车完之后，我觉得这样比较漂亮，所以我现在就要教你们这样的做法。好，那另外刚刚第一个的做法就是表布你先整咖车完，里布再整咖车完，袋口车一圈就会像那样子。再说一次哦，就是做法会不一样，那会影响你的袋子的整体的那种完整性哈。那不是每一咖都适合用这个方法，也不是每一咖都不能都要用怎样的方法，都没有固定的。但是我会觉得说，依照你的袋型而变，因为这咖提袋呢，它的这个形状比较多哈，就是一下子高，一下子低，一下子怎么样的。那如果你表布先车完之后，里布再另外车完，再把它套在一起呢，你就会觉得说，这个边缘啊，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的美。好，这个袋口这里就没有那么的漂亮，因为它会高高低低。但是如果你的袋子本身就是整个都是平口的，那你表布车完、里布车完再车起来一整圈，它还是会很漂亮哈。所以就不一定说是用哪一个方式去车，但是呢，这一咖呢，我就是决定，好，就是从侧边我们先车起来。好，所以你就跟着我做哦。好，会比较好看。那如果你还是喜欢表布先车起来，然后里布再车起来，哈，像我的第一咖的做法也是可以的，哈，你自己也可以试试看你喜欢哪一种做法。好，那我们这个我就是从侧边先车。那它2个做法还有差在一个地方，就是说，这个的反口会留2次，然后刚那个的做法呢，反口只要1次就好，而且它的反口可以用机器去缝。那这个的话，它的反口就只能手缝。好，等一下车完就会跟你们说。那我们开始把它这个前后2端呢，都里部都车完，都袋口车完之后呢，我们就4周来给它压线压起来。好。来吧，来压线。我真的是很爱讲这些哈，就是
要告诉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哈，要不然真的教这个就变得没什么意义了。好，我们四周要把它车起来。车吧，车吧，来到远方。好，来这条比较长哦，所以呢，里布为什么我说里布为什么不需要去拼接？因为你里布拼接没什么意思啊，你只是多接了2条线，万一接错了还觉得很不准，有没有？所以我们这样子整个拼接完之后，跟里布一起车，然后再把中央线做出来。好，中央线做出来之后呢，我们要来跟带身一起车了。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啊，带身是有弧度的，对不对？所以怎么样？有弧度，什么？剪牙口。所以我们要来剪这个的牙口哈。我们2个把它这样叠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剪比较快。好，但是剪到有侧带的时候比较厚，我们就分开剪。好，这叫做什么？柿子挑软的吃。太厚的地方我们就是要分开剪了。为什么？第一，不是怕你剪到利不利，而是你剪太过于厚的布料呢，你的手哈大拇指这里会，这个手腕这里会比较吃力。那你们记不记得我前阵子，我不知道那时候我这里有没有讲啊？就是说我大拇指的手在痛哦，就是那一次太白目了，故意剪了很多很厚，把很多9带布叠在一起剪，就是说我来试试看。这样剪哦，剪不剪得过去？结果呢，手就发炎了哈。那所以呢，我现在就没有那么白目。遇到薄的我就2层一起剪，遇到厚的呢，我就分开剪哈。就像这样。那我们把弧都剪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要来开始车这个侧边。好，那侧边的话，我们就是从前片开始车。这时候呢，不是从最上面开始车哦。你记不记得这个带子呢？它的带型是长怎样？它的带型是长像这样子，有没有？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点开始车，那都会有缝指点给你看。好，那个版型上有缝指点给你看。那如果你是自己画版型，你要记得哦，你不要从最上面开始车下来，好，要小心。中央线先给它夹住，好，然后呢，我们来把它从，缝指点，我是没画吗？笑死耶！自己这边讲自己没画。我2边都没画，我来去画一下缝指点。好，那缝指点我刚画了一下，把版型找出来哈，补画一下之后，把2边这样对折起来，然后缝指点的地方呢，直接折下来，剪一个牙口，这样就好了。然后呢，2边我都有剪哈，剪完之后我们就来开始车，一样中央线刚刚我们就对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从缝指点这个点。开始往下车这个弧度哈，来比一下。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真的是没什么把握呢，你要别珠针啊，夹强力夹啊都可以啊，就是你要稍微对一下这个弧度有没有刚好，好，然后呢就开始车，然后就把它从侧边这样车起来就好。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有剪了有剪了牙口呢，就会非常的好车哈。好，车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再怎么样，把这里呢把终点往回，因为这段是直线，这段是直线，往回用强力夹夹住。好，从这边对过来夹住，然后这里的松分呢，我们就很好掌握，好，就不会不小心拉太紧或不小心车太松，好，然后就可以这样子，你就可以很完美的让它乖乖的停在缝指点上。好，不会车的左右2边不一样高，对不对？
好，这样我们一边就车好之后呢，我们就要来上里布。好，那里布呢，刚刚我们有一个里带我还没车起来，来，我先来车里带好了。那里带呢，我一边有贴衬哈，就是说让它挺一点。然后嘞，把多余的缝缝剪掉，然后翻到正面来。然后翻到正面呢，这个转角要干嘛？要先把它折好，然后大拇指一按一翻，哎，它就会角角就会比较漂亮，缝缝就不会在里面乱来哈。因为你缝缝只要挤在一起呢，你这个角好就不好看，好，你怎么挑都不会好看，因为它里面已经乱七八糟了。然后呢，我们的里布呢，里带就要放在里布的带身上。那就放在适当位置，就给它车上去咯。这色真的很美。好，车完之后呢，我这一片是前片。那我通常我自己的习惯，我有里带的部分呢会留在后片，所以呢，也就是说我前片呢就会放一块虾米龙博这个里布，然后呢，我们把它中央线对好，里布要放这样子哦，直接这样放上来，然后这边要留一个反口，好，留一个反口，然后我们把它沿着这个边缘把它车起来，好，沿着这个边缘来车，好，那。车的时候呢，有个地方要注意，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说。好，就这样把它放好，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反口的地方呢就开始车。这就也没什么特别难了，除了厚一点以外，哈，就是没有特别难。那我们就是把它车起来，然后车到这里这个最上面的部分呢，来。我们要看这个弧度哈，有没有看到到这里之后，我们会这样子车，哎，你又发现怎样？我车到这里的时候，下面有布哎，开玩笑，我要怎么车？所以这时候等一下车到那边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一块呢往内推，好，来注意看哦。来，我们车到这里的时候。转过来的时候，我们把这里打开，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块侧边的布呢，挡到你要车的路了，怎么办？我们就把它怎样往内折。好，往内折之后呢，你会好像可以过来，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还有压脚的一个厚度哈，所以呢，你这样往内折是不够的，所以你要往内怎么样折3折，让这里的空间多一点，这样你在车会比较好车一点。好，这样子压过来，它这里呢才能让你的这个压脚呢可以很完美的把弧度慢慢的车过来，它才有空间呐、要不然你那个压脚会卡到那个厚厚的那一层侧边哦，这样子呢你就会比较车起来比较不漂亮。但是如果你第一次车不漂亮也没关系，你等一下还可以再补车。哦，就是如果你觉得那个弧度没有车得很好看，哦，我们第一次就当成是大约先车一下，然后等一下呢，那个弧度如果你觉得不漂亮，我们再去把它补上去就好了。好，就是你卡不好的弧度，你再重车一遍的意思。好，然后呢，侧边也是跟着这样慢慢车。好，那到这里就比较没问题了，我们这里就可以往内直接往下折。哎，就可以车过来了。然后就车到反口处，哈。那这里比较厚一点啊，所以为什么说真车一定要买那个
可以车厚布料的，因为你不能车厚布料，你车到这里你会很痛苦，你知道吗？你根本车不过去。好，然后呢，把多余的缝份，这个角胶的部分呢，多余的缝份把它剪掉。然后呢，带口的部分就要剪牙口咯。哦，反正有弧度的地方呢，就是要剪牙口啦，没什么话好说的哈，就是一言不合剪牙口啦。好，然后呢，这个带底的部分呢，照说你也是要用锯齿剪刀剪牙口，但是呢，我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很厚啊，很厚哦，这里有好几层，因为还有那个什么外带嘛，那外带又贴衬，然后又有里布，所以我直接用剪刀呢把它缝份直接剪小一点，其实也可以的。好，让它那个把它剪小一点，要不然你用锯齿剪刀剪这里蛮累的，所以我们就把它缝份剪小一点。那因为这里车了很多层，你也不用怕它虚边哈。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从反口处呢，把布料往外拉，把带子呢翻到正面来。好，然后侧边把它拉一拉，你就会看到那两个尖尖的没有跑出来。这时候就拿出万能小猪块，从这个洞呢穿进去，把它搓出来，哈，给吐出来，好，就把它搓出来。那因为我们那个侧边啊，那个转角处啊，我们有把多余的缝份剪掉，哦，所以它也不至于在里面乱七八糟的，哦，就不会太差啦。好，这样把它吐出来之后呢，再用锥子把它挑好。这边也是一样，两边都一样。好，之后呢，我们就来把这个带口这个地方先车起来。好，我们就可以这里先压线，从这个地方压到这个地方，就顺着这个弧度车。你看，光是这样车，你就觉得这个带子很漂亮，对不对？这样看就觉得很美了。更何况这块布是真的漂亮。好了，这样子就把前面这个前带呢跟侧边车完了，接下来当然就是车后面了，做法都一模一样哦，就是把它车起来就好了。所以呢，其实就是难度没有很高。我东西掉下去，履带掉下去。好，来，我们来把它车起来咯，就跟刚刚一模一样哈，就是中央线对准，然后呢，从缝织点车过来就对了。是不是很简单？有没有？所以呢，不要怕挑战，这看起来很难哦，其实很简单也不用说很花脑筋，说翻来翻去好几层，在那边搞不清楚所以它就是那种很实用的一个大包做起来也是没有什么负担，这个很适合你想要放空的时候然后又很想要有极大成就感，你就可以来车这一咖有时候真的大包比小包好车很多。那我们就是一样把它对过来，慢车。所以这一咖我自己车的还蛮开心的，就是做起来又好看然后那个做法又不用说一直很怕说哪一个步骤车错，就带盖忘记车上去而已。不然就是说也没有说，难道说要翻来翻去，一直在想说哪一片要跟哪一片接，这一咖都不会
话说我今天很厉害，我今天去陪我爸爸聊天，然后聊天聊一聊呢，我就发现他膝盖上有一个黑黑的，不知道什么东西，黑黑的小小的，我就马上手啪，打到一只蚊子，正在吸他的血，真是的，可恶的蚊子吸我爸爸的血，就等于吸我的血。然后我就给我爸看说，爸，你看我打到一只蚊子，它正在吸你的血。我爸就说，哇，好厉害，感觉就被讹了。你看活到这个岁数，还是需要爸爸称赞的，还蛮开心的。就是去陪一下陪他聊天哦，是我觉得很幸福的事。好，接下来再来留翻口车起来，就跟刚才都一模一样啊。好。所以，因为一模一样，就可以讲一些无微不微的小事。所以，我很会打蚊子说，我打蚊子都是看它，好像离题了。就我打蚊子啊，都会看它的路径，然后它这样飞的时候，我就会开始研究它飞的那个方向，然后它飞到这里，我就会在这边等它，让它那个开开心心的那个，反正就这样。有一个笑话，就是说有一只小蚊子啊，然后他就开始来练习飞翔，然后他就开始练习飞翔，飞出去之后，他回到家就跟他妈妈说：“妈妈，我今天练习飞得很好耶。”然后妈妈就说：“哦，你怎么知道你飞得很好？”他就说：“因为我飞到哪里，大家都对我拍拍手。”是不是？就那个。蚊子，好，我们就这样慢慢的车过来，然后又要到那个需要把布塞进去的这个地方了。那这次呢，因为我们多了这个前片，对不对？所以塞进去的地方呢也会多一点，所以呢，我们就是一样把它打开，好，然后呢，先把布料呢稍微把它拉开一点，不要让它挤成一团，然后呢再来折它，好，就是尽量把这个空间呢给让出来，好，让它去车，这样就好了。全部呢，我觉得比较，如果硬要说有难度，大概就这里吧，就是你要这里要把它车好，好，但是你只要把空间让出来，它就会很好车，好。那如果你第一次没车好，没关系，我就说你还可以继续就是车完之后，然后去检查刚刚那个弧度有没有车好，没有车好，我们就去把它补一下就好，好，然后继续车过来。那你就记得带盖一定要先夹车，先车在那个后片上面才不会忘记，然后就慢慢车过来就好了。好，然后到这边呢，一样把它折进去，然后车到那个反口处就好了。在车的时候，你尽量要放平啊，就像这样子，我们一段一段的去拉平。你不要说一次我一定要夹珠针夹到满那你会蛮难做的，因为它毕竟整个带子它有一点厚度了。如果你现在要把它说要夹得很平，可能比较难。那我们就可以夹一处啊，车一处这样子你比较不会觉得车起来那么的夹得那么辛苦啊，又没有车得很好。好，它在车的时候，这个厚度呢都会上有点长出来你就是要把它推进去车到哪推到哪不要太紧张你就把它有推进去，不要车到那个厚度就好了。好，车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就快解脱了，因为我们反口处到了，就直接回针。这时候呢，我们就来检查这个侧边。如果你这个侧边你觉得没有车得很好的话，这个弧度没有车得很好，那我们就是再给它补车，让它车好。因为当你有固定一条线之后，你再车第二条线就会轻松很多。好，接下来呢，把多余的缝份一样剪掉。
然后呢牙口再把它剪出来哈。所以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它车的没有很贴，我就可以这个时候补一下。好，我觉得它车的没有很贴，我想要车贴一点，好，把缝缝呢的这个车的更完美一点，我就可以现在这样子啊，把它补起来，再补车一道，哎，这样就可以放心的剪牙口，然后就只要弧度的地方剪就好咯，直线的地方不用剪呢，因为直线的地方呢，那边也会有带盖，哈，就会变比较厚。然后接下来呢，带底的部分再把厚度剪掉。我们其实快做完了，好，把这个缝缝多余的都剪掉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翻到正面来，来翻吧。这时候会觉得好像比较不好翻哦，是正常的，因为我们这个袋子呢，它的容量大嘛，那个侧边比较厚哦，所以现在里面呢是蛮多布料的。我们就是慢慢的把它翻到正面来。好，翻到正面来之后，一样侧边给它拉一拉，侧边这里先给它拉一拉。好，从这个有低循环的这个就是侧边把它拉一拉，这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两个有两个洞，有没有？就是那两个要放低循环的地方，万能小竹块。继续出场，把它凸出来。出来吧，这个就是可以直接什么加低循环，然后呢，把这个角角呢挑出来。挑完之后呢，我们就来干嘛？来压线咯。哦，我们刚刚也有压线，压线之前再次检查带盖有没有车上去，我的切身之痛啊，就蛮好笑的，就两咖忘记，这自己车完都傻眼了嘛。甚至有一瞬间很想偷吃布，就是不想要拆，就想说，不然我把带盖车在这个外面好了。后来想想，哎，那样实在是太丑了，丑到对不起自己，所以还是乖乖的拆掉。好，我们就这样子哈，把它车起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地方哈，用那个长针缝把它缝起来。那这个长针缝我们以前教过，我就不缝了哈，免得就是你们自己缝哈，免得那个片长太长了。好，现在大家都习惯看这个短片哈，就是不习惯看这种很长的影片，所以我就是那个长针缝我就不用没有，因为有两边要缝啊，我就是直接。最后我自己再缝。好，这时候呢，你就会看到我们带型，就算没有整烫，它就已经很漂亮了，有没有？整咖很挺。好，那你在整烫的时候呢，就这边把它压平就好。这旁边的弧度跟侧边呢，它是连在一起的。好，所以你只要把这里烫平就好。然后带底呢，稍微这样把它压一下，然后烫一下。就可以，这个带子就可以很自然。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车这个提带的部分。那提带的部分呢，我们需要的是口型环哈，有4个口型环。来，那我们的上面都很漂亮，对不对？我们就可以直接怎么样穿过去，把它车起来。好，以前我这里都不是做，就是有时候这里不是这样做哈，就会比较没那么好看。现在这样车都很美。然后又很好车，好，就这样就把它固定上来，4个都要车哦，好，来这样把它车起来，就可以从正面车啊，会比较漂亮。那个回针的线哈，有时候万一有纠结的话，就不会在正面了。
后这边也是把它车起来。那你可以摸一下哈，有没有平哈？就是说你折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平？你可以这里摸一下，好，它的缝缝呢有没有平行？好，哎，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了，啊，最后一个车完我们要干嘛？还要车提带呢，好，所以这个会有一点点用到时间哈，但是还 OK 啊，因为你做这种那个口型环的提带呢，万一你是背用改成肩背，它的提带不会硬硬的在那边，会比较好看，它会自然的垂下哈，比较好看一点。来，然后这边再把它缝上去。好，提带刚刚我们早就车完的提带，现在就要拿出来，然后把它车好。那你要对好对在同一边的，不要左边，不要后片的对到前面去哦，哈，要对好。好，提带要在同一边，你不要一边在这里，一边跑来这里，那就蛮好笑的。好，这块布怎么那么美啦？要修哦，好看的。而且这个袋子做起来真的很漂亮。怎么那么会做？完成喽，完成喽！好，你看哦，有没有？我都还没整烫它整颗袋子整个走那种那个气质很好，然后很舒服，然后很简单的这种感觉，有没有？好，我们来把镜头呢拉远一点来看哦。好，你看镜头拉远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灰粉色那花朵的袋子然后前后左右就长这样，好，然后袋口的这个空间上小下宽，东西就比较不会掉落，就算你没有拉链，大大的袋盖盖上去也就很 OK。好，里面还有一个内袋。然后呢，下面记得去长针缝。那如果不想手提的话，那手提就很漂亮啦。那如果你不想手提的话，你也可以改成肩背就是活动钩环给它扣上去，你就可以肩背或是侧背，或是你爱怎么背就怎么背，像这样子，然后呢，这样子勾起来，是不是就很好看？对不对？拿起来就很美啊。然后呢，袋子还可以调整长度，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怎么看都很好看，那容量就很大。然后现在因为还没有烫，所以前面的这个口袋有点开开的。那如果你烫完的话呢，就会像这个一样的工整，对不对？那就是可以放很多东西啦。好，你看水壶啦、风扇啦，或是你的什么挖格无为不为啊。然后里面呢，钱包啦、自拍棒啦、钥匙啦，这个都空间都还很大。如果你出门戴了帽子或是薄外套，都可以往内塞。里面还有一个小口袋，可以装你的随身用品。好，像这样子，后面还有一个后袋，下面你给它弄来当坑。所以呢，我有个水壶掉出来，所以呢，就像这样子一个这样简单又好做，然后做起来又好看的袋子。所以我刚刚说这个口型环呢，如果你要是用提带的话，它会很自然的垂下来。如果没有用口型环的话呢，有时候它就会硬硬的在那边，就比较没那么好看。所以这一咖呢，我就是做口型环，然后呢，让袋口也有一点那种设计感就是像这样子，两边比较高一点，可以让你的侧边呢放东西，可以放更高的就是不会说因为整咖袋子太低，然后你侧边放东西的痛出来就不好看。好，所以整个袋子相当好看，然后厚度又够10公分的厚度，然后整个形状就美美的。那侧边呢就是袋身连侧边这样子弯过来，所以它的剪接的这个弧度呢，就是连着这个线条就这样上去，就是提带，是不是很漂亮？所以呢，它就很多颜色，这里有4个颜色，每一个颜色呢都是相当的好看，气质非常非常的优雅，然后就是让你就是觉得百看不腻的这种带型，那真的很美耶。然后呢，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可爱，比
较不喜欢这种优雅型的，那你也可以来个可爱型的这种水豚君，好，那如果呢出门啊，就是走可爱路线，这个也是可以让你轻轻松松的带出门，然后又很漂亮，对不对？这块布真的很可爱耶，就是那个水豚，然后再云朵，然后还有星星，是不是金钩锥？所以喜欢的朋友怎么样？这一咖好用，然后实用又简单，然后造型又很好看，赶快做起来吧！加油，拜拜。世间美好的事，就在清秀